Hello， 大家好，欢迎收看最新一期节目，我是小渊。2008年7月27日早上，一个男子正悠闲地散步在波士顿公园小道上，身旁还牵着一个7岁的小女孩，后面则紧紧跟着一个中年女人。女孩稚嫩的双眼不停打量着周围的一切。突然之间，男子弯身在小女孩耳旁轻轻说道：“波斯，我们和后面的阿姨玩自捉迷藏好不好？”看着父亲那狡猾又好玩的眼神，女孩毫不犹豫地点了点头。男子假装若无其事地往后看了一眼后，便突然把女孩扛到肩上，朝路边的车辆跑去。仅仅过了2分钟，刚才的3人行就剩下独自在风中凌乱的保姆。实际上，这个女人并不是女孩的保姆，只是一位社工。男子名字叫做克拉克·洛克菲勒，在去年和妻子桑德拉离婚后，法院判处他每年只能和女儿见3次面，而且每次见面都必须保证有社工陪同。获悉女儿被前夫绑走后，桑德拉和社工立马赶到了警局。大气还没喘顺的桑德拉着急说道：“救命啊！我女儿被我前夫绑架了。”确定案件后，值班警员将克拉克·洛克菲勒这个名字输入系统，准备发布全网通缉。结果系统数据库查无此人，怎么会没结果呢？警员转头询问桑德拉：“小姐，没有这个名字呀？你能提供下前夫的 SSN 号码吗？”桑德拉尴尬地说道：“不好意思，我不知道他的 SSN 号，但我知道他的手机号码。”可以输入手机号码后，警员发现手机号主人名字根本不是克拉克，而是另外一个不相干的女人。从 SSN 号码、驾照号码到纳税信息，桑德拉居然一问3不知。更加匪夷所思的是，2人结婚12年，却连结婚证都没领。桑德拉表示，当时自己把相关材料整理好后，直接交给了前夫，让他负责办理。可谁知道前夫一直没去办。结婚那天，前夫还说，由于情况特殊，他所有的家人和亲戚都没办法参加婚礼，到最后只带了一条狗作为伴郎出席婚礼。看着这个奇怪的女人，值班警员一脸懵逼，心里1万只草泥马奔腾而过。这叫什么事儿？这女人应该不会是个疯子吧？为了核实对方是否在报假案，警员悄悄核实了桑德拉的身份信息，结果发现他的确没撒谎，此人的确是桑德拉，还在麦肯锡咨询公司担任高管，年薪将近200万美元。一个这么厉害的职场女强人，居然连自己前夫真身名字都不知道，这也太不可思议了吧！无奈之下，警员只好用克拉克的照片制作了通缉单。在通缉单发布后的当晚，警方就接到了一个男人的电话，对方表示他是当天公园的那个司机，当时克拉克花3000美元包下自己1天的服务，说自己要参加议员儿子的晚宴，不过后面有个麻烦的女人得先甩掉他。说着说着，司机变得很激动，你知道吗？起初我是不信的，但从外表看，这个穿得光鲜艳丽的男人又不像是骗子。最重要的是，他的确给了我3000块。现在你们说他是绑架犯，我的乖乖，警察先生，绑架这事我真的没参与。而且这个男人中途就下车了，说女儿上车时不小心撞到了头，要去医院为女儿检查身体，之后的事情我就不知道了。顺着这位司机提供的线索，警方找到了另外一个女人，可这个女人同样是一脸懵逼。她说克拉克给了自己500美元，让自己帮忙捎一段路，之后的事情她就不清楚了。没有任何有效身份信息，茫茫人海中到底怎么找到克拉克呢？警方手里唯一有用的线索就是克拉克以及女儿博斯的照片。正当波士顿警局一脸苦闷之际，他们接到了一个来自洛杉矶的电话。电话中的女人告诉警方，她认识警方通缉单上的这个男人，只不过当时这个人名字不是克拉克，而是克里斯汀。在绑架案发生的10几年前，这个克里斯汀住在洛杉矶的圣马力诺小镇，主要负责计算机和金融方面的工作。他自称是英国贵族的后代，是第13代蒙马顿男爵，每天都把自己打扮得高贵典雅，给小镇上的人留下深刻印象。但克里斯汀更让人印象深刻的地方，不仅仅在于她的打扮，还有她和当地一个老女人的故事。老女人是个名为露西·索胡斯的女酒鬼，早些年和丈夫离婚后独自生活，平时靠自己房子收租为生，经常和别人发生矛盾。
但唯独克里斯汀除外。后来克里斯汀甚至直接搬到他家里和他同居，经常帮露西打扫公寓卫生等等。我们聊天时都调侃露西，我说大姐，你这是养了个小白脸啊。在克里斯汀搬进露西公寓后不久，露西在外工作的养子乔纳森带女友回到小镇，并举行了婚礼。由于收入一般，乔纳森夫妇暂时与母亲同住，可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小镇上的人就再也没见到乔纳森夫妇。在过了好几个月后，母亲露西才报了警，警方觉得非常奇怪。对于警方的质疑，露西吞吞吐吐地说出了事情原委。她说有一天回来后，克里斯汀跟自己说，你儿子和儿媳妇被美国政府聘请负责机密卫星的研发，由于项目敏感，所以在你回来前他们就已经去单位报道了，临走前还让我向你转告，并且一定要保密。由于自己儿子之前在外地的确是从事计算机这类的工作，所以对于克里斯汀的说法，露西表示自己没有过多怀疑，毕竟这个男人经常义务帮自己干活，这些事情自己都是看在眼里的。克里斯汀不像是会撒谎的骗子。在儿子消失后的一段时间里，露西陆陆续续收到了儿子的信用卡催款账单，直到几个月后，再也没收到有关儿子和儿媳妇的任何信息，包括之前连续不断的催款单也停了，以及克里斯汀也突然不辞而别。直到10几年后，随着露西的去世，买下露西公寓的新房东在后院挖游泳池时，发现了乔纳森夫妇的尸体残骸。邻居告诉警方，在克里斯汀离开小镇的前一晚，他找自己借了一把邻居。邻居问他这大晚上的要邻居干什么，克里斯汀只是很平静地说了句，有些管道出了问题。听到这里，波士顿警方一脸懵逼。我说这位大姐，饭可以乱吃，话更不能乱说，你确定你没认错人？可大姐表示，你听我的语气像是在开玩笑吗？这家伙化成灰我都认得出他，因为我最讨厌炫富狗了。你可以来我们小镇警局问问。辗转拨打了几个电话后，波士顿警局确认，电话中这位大姐还真的没撒谎，所有事情都是真的。看着洛杉矶警局传来的照片，再看看桑德拉提供的照片，横看竖看，两人都像极了同一人。翻了翻洛杉矶警局的卷宗资料，波士顿警方发现当年与克里斯汀一起失踪的还有乔纳森夫妇的皮卡车。1988年年底，这辆皮卡出现在康涅狄格州的格林威治。目击者表示，当时车主想把车卖给他，但被自己拒绝了，而且车主和克里斯汀长得一模一样。身家富有的高管桑德拉，绑走女儿的克拉克，不辞而别的克里斯汀，埋尸弟弟的乔纳森夫妇，酗酒成性的露西。这些繁杂错乱的信息看起来似乎毫无关联，又好像有某种千丝万缕的联系，到底怎么回事呢？克拉克和克里斯汀会不会就是同一人呢？这个男人为何要突然绑走自己女儿呢？他身上又是否背负着命案呢？真是剪不断理还乱。正当波士顿警方头皮发麻时，他们接到了康涅狄格州格林威治一个记者的电话。电话中记者表示，自己认识通缉单上的这个男人，只不过他的名字不叫克拉克，而是克里斯托弗·克劳，自称毕业于耶鲁大学和哈佛商学院，之前在一家金融公司工作，负责证券和债务方面的事务，甚至接受过著名风投专家斯坦菲尔普斯的采访。在聚会时，克劳经常有意无意炫耀自己在法国的豪宅，也许是他的高调引起了周围人的好奇，所以有人偷偷调查了他的身世。结果你猜怎么着？克劳在公司留下的那个 SSN 号居然是大卫·伯克威茨的号码，而这个大卫正是美国臭名昭著的连环杀手山姆之子。事情曝光后，克劳周围同事都大吃一惊，他们怎么也无法想象克劳究竟是怎么骗过老板混进公司的。顺着这位记者提供的线索，波士顿警方又发现了克拉克的2个新身份。第一个是影片制作人，和之前的伪装的身份不同，这个制作人的身份是以真实人物作为蓝本的。之所以会假扮他，一是克拉克的确对电影行业有所了解，二是很喜欢看惊悚悬疑类的影视剧，非常熟悉希区柯克的作品。前面我们说过，克拉克曾试图出售乔纳森夫妇的皮卡，
顺着这条线索，圣马力诺小镇的警方找到了他，甚至还专门到他的办公室里等他。但克拉克怎么可能会自投罗网？他装病一连串请了3天假，最后直接告诉上司说自己父母在欧洲被人绑架了，需要马上赶回去。就这样，克拉克躲了4年。1992年重出江湖的克拉克，从制片人克劳摇身一变成为克拉克·洛克菲勒，也就是我们前文说的名字。果然，洛克菲勒这个名字不是白叫的，大名在口，财富银元皆到手。凭借一身精心伪装的高贵气息，克拉克成功汇入纽约著名的圣托马斯教堂，经常有意无意调侃自己和洛克菲勒家族的关系。其实我也不是什么风云人物，只是住在洛克菲勒隔壁而已。吃瓜群众一听，哎呀兄弟，您都住在洛克菲勒隔壁了，就不要这么低调了，我们都懂。就这样，克拉克这个名字传到了桑德拉耳中。两人交往期间，克拉克告诉女友桑德拉，自己早在14岁时就被耶鲁大学数学系录取，毕业后从事金融行业，负责处理第三世界国家的经济事务。听到男友如此优秀的履历，桑德拉心里非常高兴，因为他也是美国名校毕业生，当时还在哈佛商学院就读，一定是上天安排好的缘分，让郎才女貌的我们走到了一起。1995年10月，克拉克和桑德拉两人在教堂完成了婚礼。伴随着婚姻这份人生开门礼，桑德拉在事业上也步步高升，成为著名咨询公司麦肯锡的高级合伙人，基本年薪早早就超过了100万美元。正是凭借妻子如此富有的收入，婚后克拉克挥霍妻子的钱财，满足自己的虚荣。可婚后几年，两人的感情越发冷淡。作为事业上的女强人，桑德拉难免要跟各种顶级阶层的人打交道。可作为从小就靠欺骗为生的克拉克，他恨不得躲在偏僻的小村庄，逍遥自在，衣食无忧地度过余生。在长期分居和缺乏交流的情况下，两人的关系名存实亡。即使桑德拉不小心有了孩子，得知妻子有了离婚的想法后，克拉克是喜忧交替。弄得好，说不定就能分1半家产；弄不好，就会因此登上媒体头条。自己这么多年来一切谎言都会被揭穿，到时候不但没脸见人，还会锒铛入狱。桑德拉的父亲或许正是看穿了克拉克的心思，便找人暗中调查他，结果发现这女婿就是个彻头彻尾的骗子，学历和身世等等全部都是假的。也正是因为这些把柄，克拉克最后同意在离婚协议书上签字，不过只得到了80万美元的分手费，比预期少了个0。离婚后，克拉克依旧我行我素，在消费上依旧大手笔。看着囊中羞涩的自己，克拉克是越想越气，于是便想通过绑架女儿，从前妻手中敲诈一笔生活费。可这一次，他怎么也没想到，警方只花了6天时间就抓到了他。法庭之上，检方揭开了克拉克的真实身份，他是来自德国的移民克里斯蒂安。在种种证据面前，克里斯蒂安承认自己杀害了乔纳森夫妇，被法院判处27年监禁，现在仍然待在监狱中。克里斯蒂安的丑闻曝光后，引起了美国各大媒体的报道，他背后的经历被媒体一一曝光。从17岁抵达美国到47岁被捕入狱，克里斯蒂安足足骗了周围人30年。期间的伪装身份包括演员、导演、艺术家、计算机工程师、船长、英国贵族和国际债务协议谈判代表。我们无法想象一个人要有多大的能力才能扮演这么多角色。很多人都说，但凡这家伙把骗人的心思花在正道上，他肯定会取得成功。可现实就是这么事与愿违。更加事与愿违的是，克里斯蒂安肯定想不到自己30年的谎言会在短短1个星期内被戳穿。我是小渊，我们下期再见。Hello， 大家好，欢迎收看最新一期节目，我是小渊。之前小渊讲过华裔女富豪里弗尼天价保释金的案子，大家似乎对这类案件很感兴趣，准确地说是对有钱人的生活很感兴趣。而今天的主角则是一位美国大叔，他是一个亿万富翁，卷入3桩谋杀案却被判无罪，并在外逍遥自在30多年。最终将他送进监狱的不是侦破案件的警方，而是一部纪录片背后那个忘记关掉的麦克风。可当所有人以为正义终于到来时，一场新冠又为案件抹上了一笔浓墨重彩。
破案内容非常精彩，制作不易，希望大家看完后长按点赞键支持一下。故事还得从2001年9月美国德州的加尔维斯顿市说起。那晚一位男子在当地浅水湾钓鱼，结果却看到了个奇怪的东西。接到报警后，探员将其捞到岸边，拨开附着在袋子上的水草，发现它是一副男人缺少四肢的躯干。在附近的浅滩上，探员又找到了几个黑色袋子，里面分别装着躯干的四肢，但唯独没有头部。在袋子里，探员发现了一张报纸碎片，上面印着一个地址 K 大道2213号。顺着这条线索，警方来到了一所房屋门前。刚下车，探员就看到地上有点滴状的黑紫色血迹。他们立即在房屋周围拉了警戒线，并让局里同事联系房东。房东透露，房子有2个租客，一个是住在1号房的老人莫里斯，另一个是住在2号房的哑巴老太太。1号房的主人莫里斯经常住在这里，但2号房的老太太则很少回来，而且还预付了1年的房租，而他的妹夫偶尔会来这里看望他。那地上的血迹是谁的呢？还没等法医出结果，探员就在莫里斯房间地板上发现了大量的血迹。在屋外垃圾桶里，探员还发现了一张购买眼镜的收据，上面顾客的名字是罗伯特。看到这个熟悉又陌生的名字，探员错愕了数秒，反应过来后立即驱车回到警局。一路上他的记忆不断向后倒退。这个罗伯特到底是谁呢？居然让探员如此紧张。罗伯特全名罗伯特·德斯特，是纽约德斯特家族的富二代。他的家族在地产界非常出名，拥有许多著名写字楼，包括世贸中心、美国银行大厦等等，光是固定资产就有45亿美元。他的父亲西德曾被称为拥有纽约的人。这句话是什么概念呢？大家可以联想一下纽约曼哈顿的繁华，就能体会到了。既然罗伯特这么有钱，又不是到外面旅游，那他为何会出现在千里之外的加尔维斯顿呢？而且还是跟别人合租。实际上，警方之所以会如此慌张，是因为这个罗伯特已经是第3次涉嫌谋杀了。很早之前，他身边就有2个女人离奇失踪，一个是妻子凯瑟琳，另一个是红颜知己苏珊。1971年，28岁的罗伯特遇到了灰姑娘凯瑟琳。在凯瑟琳身上，罗伯特看到了母亲的身影。她性格乐观、外向、开朗，总是能逗乐呆滞木讷的罗伯特。2人还专门在佛蒙特州开了一家小吃店，店名为所有美好的东西。几十个亿的生意你不做，偏偏跑去山卡拉做几块钱的小买卖。对于罗伯特的任性，父亲多少有点生气，毕竟当时罗伯特已经28岁了，是时候该成为德斯特集团的继承人了。在父亲的压力下，罗伯特和女友凯瑟琳搬回到纽约曼哈顿，并在30岁时和凯瑟琳成婚。女人羡慕凯瑟琳一跃跳进豪门，男人羡慕罗伯特找到真爱。可就是这样一对羡煞旁人的婚姻，却最终走进火葬场。加入豪门后，罗伯特始终无法融入凯瑟琳的家庭，和妻子的矛盾越积越多，到后来甚至开始控制妻子的活动。我让你往西走，你就不能往东跑。9年后的1982年1月31日，凯瑟琳离开家中参加闺蜜的聚会，可还没玩尽兴，丈夫就致电她，要求她马上回家。挂断电话后，凯瑟琳变得非常不安。刚走出门口，凯瑟琳就折回来对闺蜜说，如果有些奇怪的事情发生了，你一定要来看我，我害怕罗伯特。闺蜜虽然觉得有点奇怪，但还是做出了承诺。可让闺蜜怎么也想不到的是，自从那天后，她就再也没见到凯瑟琳，连凯瑟琳父母都不知道女儿的下落。这时闺蜜才想起聚会那天凯瑟琳说的话，如果发生了奇怪的事，你一定要来看我。于是闺蜜向警方报案，在调查中，警方也的确发现了一些奇怪的事情。根据丈夫罗伯特的说法，妻子是当天参加聚会后，大约在晚上7点半时回到郊外的别墅，稍作休息后，妻子说想回市区，所以自己便在8点半时把妻子送到火车站。回来时自己还和邻居碰面，2人凑在一起喝了一杯。到了晚上11点多时，自己还用公用电话致电妻子，确保妻子已经平安回到市区的公寓，然后自己就回到别墅洗澡睡觉了。之后妻子的具体活动自己就不知道了。可在走访调查时，
罗伯特的邻居反映，自己当晚根本没和罗伯特喝酒，这就奇怪了。罗伯特为何要撒谎说自己和邻居喝酒呢？他在隐瞒着什么呢？在凯瑟琳的私人物品中，探员找到了她的日记本，上面记录着她这几年的历程。在凯瑟琳失踪的6年前，她发现自己突然有了孩子，丈夫罗伯特获悉后非常生气，因为他们之前就决定不要孩子，可能是受原生家庭的影响。罗伯特认为自己没办法当个好父亲，而对于凯瑟琳来说，想到自己腹中的孩子还没来到人世间，就要被自己自私地送走，她极力祈求罗伯特同意让孩子出生，哪怕这个孩子以后不会继承家族的1分钱。可最终还是被罗伯特强迫流产。两人之间的矛盾正是因孩子这把火越烧越旺，以至于后期罗伯特经常家暴凯瑟琳，真是应了那句话，一入豪门深似海。另外一边，凯瑟琳的好友为了找出她的下落，偷偷翻了罗伯特别墅外的垃圾桶，里面全都是凯瑟琳的衣服和教科书。罗伯特此举到底是意气用事，还是说他知道妻子再也不会回来，谁也不知道。可在凯瑟琳的衣物中，他们找到了一张令人细思极恐的纸条，上面写着几个单词：垃圾场、桥、洼、船、其他、铲子或别的、车、火车、租赁。这似乎是处理尸体需要的物品和操作过程。难道闺蜜失踪的背后，罪魁祸首真的是丈夫罗伯特吗？他们很不愿相信，但考虑到罗伯特对妻子失踪的异常冷漠，又很难让他们不怀疑。因为找不到凯瑟琳的尸体，纽约警方只能将此案归为人口失踪。所以事情就此完结了吗？不，因为后来又发生了第2起失踪案。在凯瑟琳失踪18年后的某一天，警方在罗伯特住所附近抓到一个暴露狂，他向警方告密说凯瑟琳是被她丈夫罗伯特杀死的。面对一个暴露狂说出18年前的疑案，警方有点懵逼，他们甚至怀疑这是凯瑟琳家人逼迫警方重启调查耍的手段。因为种种原因，警方还是重审了这个尘封已久的案件，结果发现里面的确存在诸多疑点。其一，凯瑟琳失踪前1周已经约好了离婚律师，并向罗伯特提出离婚请求，可被罗伯特直接拒绝。失踪前3天，罗伯特也拒绝了妻子分割财产的要求。其二，凯瑟琳最后的活动轨迹存疑。当晚凯瑟琳从聚会回到纽约的公寓后，门卫说自己的确看到凯瑟琳走进了楼房，而第2天医学院的院长也接到了请假电话。可后来深入调查时，门卫表示自己从来就没说过那样的话。另外一边，那个打电话请假的人很可能不是凯瑟琳本人，而是另一个女人苏珊，罗伯特在大学时期认识的好友。当时苏珊是个作家，也是个喜欢揭露黑手党故事的记者，而他的父亲也是个黑手党成员。凯瑟琳失踪后，苏珊站在媒体面前频频为罗伯特辩护。为了确定当年到底是不是苏珊假冒凯瑟琳致电学校，警方再次找到苏珊问话。可还没等警方问出结论，他便于2000年12月24日在家被人射杀，子弹从他后脑勺射入，处决方式和黑手党极为相像。遇袭后，苏珊仰面躺在地上，当时他的住所并没有外人强闯的迹象。有人怀疑苏珊是死于黑帮之手，因为遇袭前他正筹备关于黑帮生活的电视节目，表面上好像的确如此，可后来一封信件的出现完全改变了警方的想法。信件是在苏珊遇害前1天被寄出，书信地址写的是比弗利山庄警局，正文内容则很简单，苏珊住所的地址外加尸体2字。根据邮寄日期，凶手似乎提前知道苏珊会遭遇枪击，那这个寄信人到底是谁呢？他的目的是什么呢？警方想了好久都想不出答案，但如果把罗伯特放在一起思考，事情好像就能说得通。苏珊此前经常揭露黑手党，但都相安无事，反倒是被警方问完凯瑟琳的事情后就遇袭，事情真的有那么巧吗？黑手党和罗伯特到底谁在嫁祸谁？在苏珊的电脑中，警方发现她陷入了严重的债务危机，上面还写着借了罗伯特5万美元没还。所以会不会存在这样一种情况，苏珊知道罗伯特杀害了妻子凯瑟琳，在警方旧案重提后，口袋窘迫不堪的他试图以此敲诈罗伯特，却反遭灭口。所有假设中这种最为合理，而且案发前罗伯特的活动轨迹也与此相吻合，所以探员觉得罗伯特很可能就是凶手。可还没来得及把他请回去喝茶，
他就已经躲到了加尔维斯顿市，然后便有了开头那一幕。如果说凯瑟琳的死是因为夫妻矛盾，苏珊的死是消灭证据，那第三个人莫里斯遇害的原因又是什么呢？警方猜测，莫里斯很可能是因为获悉罗伯特的身份被灭口，因为在苏珊消失后，罗伯特是警方的通缉对象。在莫里斯遇害半个月后，警方终于找到了罗伯特，并以涉嫌谋杀逮捕了他。但隔天罗伯特就用25万美元获得保释，然后消失得无影无踪。直到1个多月后，光着头的罗伯特在宾夕法尼亚州一家超市因为盗窃被捕。谁也想不到，一个堂堂地产大亨的儿子居然会偷超市的三明治。更想不到的是，当时罗伯特口袋里明明有520美元现金，车上还有37000美元的现金，以及枪支、违禁药物和受害人莫里斯的驾照。到了这里， FBI 觉得这次终于能将罗伯特绳之以法了。可接下来发生的事情远远出乎了他们的意料。面对警方的指控，罗伯特花了180万美元的大价钱找来2个辩护律师。法庭之上，警方将火力集中在第3件案子上，因为凯瑟琳和苏珊2个案子中，一个没找到尸体，一个缺乏足够证据。开庭之初，警方嘴角疯狂上扬，本以为很快就能闭庭，可不料对方律师的操作骚得让他们难以置信。辩护律师做了3件事，其一是努力把罗伯特塑造成好丈夫角色，例如出庭时随身携带着前妻的照片；其二是受害者角色。律师指出，他当事人之所以会逃跑，完全是因为当时纽约媒体带偏舆论让他压力山大，所以才想躲到山卡拉好好安静一下。其三，极力放大莫里斯的精神问题，把责任推到咎由自取的莫里斯身上。根据周围人的描述，莫里斯为人脾气非常暴躁，而且喜怒无常。罗伯特也表示，莫里斯曾持枪闯入自己房间，对着一张通知单扣动扳机。9月28日案发那天，自己回到家中后，发现莫里斯坐在桌子旁，并持枪走来，这让自己非常慌张。出于自卫的需要和害怕的原因，自己本想夺走对方的手枪，可在扭打过程中走火打中了莫里斯。为了避免再次成为公众焦点，自己肢解了莫里斯，并将其尸沉海边。不料几天后躯干浮出河面。对于罗伯特这番说辞，警方当然不相信，因为莫里斯头部的下落只有罗伯特知道，找不到完整的尸体，就无法进行详细的尸检，也就无法证明罗伯特是在撒谎。罗伯特此举就是利用死无对证的漏洞。在经过2个多月的辩论后，罗伯特被判无罪。所有事情到此就结束了吗？并没有。接下来一部纪录片的出现改变了一切。因为罗伯特实在是太过引人瞩目，所以有导演将他的故事拍成了一部电影。罗伯特看完后觉得导演拍得不错，并表示愿意和节目组对话。在一次面对面访谈中，导演先和罗伯特唠了几句家常，比如关于童年时他母亲的事情。问着问着，导演拿起一页文件，上面内容是当年苏珊遇害后比弗利山庄警方收到的那封信。导演从侧面提问说，很多人猜测这封信是深爱苏珊的人写给警方的，写信人不希望苏珊的尸体在家里腐烂，可罗伯特却一口咬定写信人肯定是凶手。纪录片第1集播出后，节目组收到苏珊儿子的一封信件，一封罗伯特写给苏珊的信件，时间和苏珊失踪是同一年。这封信上的笔记和警局那封非常相像，就连比弗利山庄的比弗利这个单词，两者都多写了个字母 E。 为了慎重起见，节目组请来笔记专家鉴定，在比对40多份罗伯特的笔记文件后，专家认为两者出自同一人，这说明罗伯特大概率是杀害苏珊的凶手，所以要把这封信交给警方们。节目组想了很久，鉴于此前罗伯特身边天价律师的表现，他们决定利用访谈机会刺探罗伯特的真实反应，获得更多证据。可意外出现了，罗伯特似乎发现了什么，迟迟没接受节目组第2次访谈的邀请。就当失望的节目组准备把信件交给警方时，事情又出现了意外，罗伯特被警方逮捕了。父亲打破传统，将集团话事人位置交给弟弟，导致心高气傲的罗伯特对弟弟很是不服，他甚至多次带着武器跟踪弟弟，以至于被警局限制活动范围。那天罗伯特因为违反规定被警方抓捕，为了避免被控入狱，他主动联系导演，想让导演帮忙给自己提供证词，包括之前的一些访谈素材。作为回报，
罗伯特答应导演再进行一次访谈。几天后，节目组终于等到了罗伯特。访谈开始时，导演问了一些基本的问题，以降低他的防范。接着，导演拿出一张复印件，上面分别是苏珊遇害后比弗利警局收到的信封，以及苏珊儿子提供给节目组的信封。导演说道：“这2封信上的字都是你写的吧？”可罗伯特表示自己只写了下面那封，上面那封是凶手写的。导演又拿出另外一张复印件，上面是2封信件地址字迹的放大对比，然后反问罗伯特：“那你怎么解释这2行字迹如此相像？”看着导演手中的文件，罗伯特迟疑了几秒，然后只说了一个字：“不。”到了这里，节目组终于得到了自己想要的答案，因为专家通过对比罗伯特其他字迹，认为2封信的字迹出自同一人，而罗伯特承认自己写过其中1封信，那意味着另外1封也肯定是他写的。也就是说，他知道苏珊会提前遇害，杀害苏珊的人就是他。问完这个压轴的问题后，导演起身和罗伯特握手，表示访谈已经结束了，罗伯特可以休息一下。结果这时意外又发生了。休息期间，罗伯特上了卫生间，期间自言自语说了几句话。可罗伯特不知道的是，他说出这些话时忘记关掉衣服上的麦克风。听到这样的话，节目组是意料之中，又是意料之外。凭借节目组提供的信件和录音这2项证据，警方再次以谋杀罪逮捕了罗伯特。而那天刚好播出纪录片最后一集。2021年10月14日，洛杉矶法院判处罗伯特1级谋杀罪名成立，是他杀害了好友苏珊。可仅仅在判决过去的2天后，罗伯特就被诊断出感染了新冠。2个多月后的1月10日，78岁的罗伯特就病逝于加州。至此，罗伯特的人生画上了句号，但他身上的谜团却留下了永远的问号。至今人们都不知道凯瑟琳身在何处。最恐怖的是警方认为葬送在罗伯特手下的人很可能不止3个。我是小渊，我们下期再见。